青海建扎黄河特大桥号称世界跨度最大的双线铁路拱桥，结果在合龙前4天轰然坍塌，12人不幸遇难，4人失联。这座桥本来是正计献礼，却在最后一步从130米高空瞬间断裂，工人只差几米就能完成，却再也没能回家。更让人震惊的是，这不是偶然，更不是一次性的意外。承建方中国中铁早就被外界称作事故专业户。在泰国，他们盖的30层大楼，一场地震整栋倒下，近100人再也没能逃出来。在塞尔维亚，他们翻新的火车站才用3年顶棚就坍塌，还爆出中企勾结当地官员贪腐1.2亿美元。从亚洲到欧洲，从国内到国外，这些中国制造的豆腐渣工程一次又一次夺走鲜活的生命。所以我们今天要问的不只是一座桥为什么会垮，更关键的是这种献礼工程的文化已经不只是国内问题，而是输出的全球性危机。观众朋友好，这里是大时局，我是袁成。这起事故发生在8月22号凌晨3点多，当时工人们正在连夜赶工，桥体只剩最后4-5米就能完成合龙。可是钢索突然断裂，整个半边主跨直接从130米高空坠入黄河。大家可以想象，这个高度相当于40多层楼，一旦坍塌，现场几乎毫无逃生可能。事故现场共有16人，其中12人不幸遇难，4人至今失联。生还工人事后哽咽地说：“就差几米就完成了，没想到。”公开资料显示，这座黄河特大桥是川青铁路全线的重点工程之一。这条铁路的重要性不言而喻，它连接四川和青海，是西部地区交通的战略大动脉。所以这座桥不只是普通的建设，它还带有很强的政治任务色彩，被看作是国家工程。而且这座桥早在2025年6月就已经完成了封顶，接下来就是准备8月26号举行合龙仪式。这个时间点刚好卡在所谓的献礼节点，也就是说，这座桥不只是要建成，还要赶在特定日期建成，用来当政绩、当面子工程。结果因为要赶工，工人们被要求日夜兼程。据爆料，施工方采取白加黑的作业模式，也就是白天一班，晚上再一班，基本上工人是连轴转，夜间施工，疲劳、风险全部叠加在一起。住在附近的居民也回忆，事故发生的时候大概是凌晨3点，忽然听到轰的一声巨响，整个大地震动，就像地震一样。他整个人从床上被吓醒，这样的描述让人可以想象那一刻的惊悚。事故发生之后，救援人员立即赶往现场，但因为大桥存在2次坍塌的风险，救援难度非常大。很多遇险者分散在桥面、桥墩和水面等不同位置，传统的救援方式根本靠不近，最后只能出动无人机定位，等待合适时机展开救援。据悉，这些遇难或失联的工人大多来自河南、湖北、湖南和贵州等地，年龄大多在30到50岁之间。他们是无数外来务工人员中的一部分，为了养家糊口，远离家乡，在高危的环境下打工，却最终命丧异乡。这不只是工程问题，更是社会问题。这起事故之所以引发广泛讨论，不仅仅因为它的规模大、遇难人数多，更因为它暴露了中国工程文化中的一个老问题：献礼工程、政治任务导向。为了在特定的日期完成工程，施工方往往不惜牺牲安全标准，甚至压缩工期，违反操作规范。结果看似是提前完成了一项政绩，但真正付出的代价却是工人的生命。这不是第一次，也绝不会是最后一次。让人震惊的是，这次青海建扎黄河大桥事故的承建单位是中国央企中铁集团。这家公司是中国最大的机电央企之一，隶属国务院国资委，是中国“一带一路”的排头兵。然而，这家公司却在国内国外都频繁出事。今年3月28号，缅甸发生7.7级大地震，波及泰国曼谷。当时由中铁10局承建的一栋30层超高大楼，居然在地震中瞬间倒塌，几乎整栋楼直接消失。这起事故造成至少95人丧生，33人受伤，11人失踪。泰国官方展开调查后发现，这栋大楼的问题一箩筐，使用了不合格的钢材，检验的28种钢筋里
有13种不达标。电梯井的墙壁标准厚度应该是60公分，但实际只有25公分，连一半都不到。混凝土质量不合格，抗震性能下降30%，设计存在缺陷，支撑柱规格偏窄，导致结构极不稳定。调查还发现，中铁施工方甚至可能为了省钱，非法更改设计。监理文件上至少有30个工程师的签名是伪造的，这等于是监理制度形同虚设。最后，泰国检方起诉了23名被告，其中包括中铁时局的高管。这起事故在泰国引发巨大争议，也加剧了当地民众对中国企业的不信任。另一个例子发生在欧洲。2024年，塞尔维亚的诺维萨德火车站顶棚突然坍塌，造成16人死亡。这个车站才刚刚翻新完工3年，承建方同样是中国中铁和中交建联合体。后来调查发现，工程过程中存在严重的贪腐问题，中国公司与当地官员勾结，非法挪用了近1.2亿美元的资金，其中中国公司获利1880万美元。结果可想而知，偷工减料，质量低劣，最终酿成惨剧。事故引爆塞尔维亚全国抗议，民众强烈谴责这种“一带一路”工程输入的不只是建设，还包括腐败和危险。从亚洲到欧洲，从国内到国外，中铁集团的工程事故一再重演。这已经不是单一事件，而是暴露出系统性问题。赶工文化，为了政绩牺牲安全，质量隐患，材料不合格，设计偷工减料，监管失灵，监理造假，制度形同虚设，贪腐滋生，资金被挪用，利益输送。这些问题放在一起，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。工程看似完成得很快，政绩看起来很漂亮，但背后的代价却是工人的生命、纳税人的钱，以及国际社会对中国基建的信任。那么，这次青海黄河特大桥的事故究竟是一个孤立的意外，还是中铁集团乃至中国工程文化长期问题的缩影？这让人不得不思考：一个国家是否应该用县里来决定工程的进度？中共的基建输出真的能代表国家实力吗？还是反而成为国际社会的笑柄？在这些事故的背后，工人的生命值不值钱？一座桥、一栋楼、一个火车站，都是血汗换来的成果，甚至是生命换来的数字。这样的发展模式真的值得吗？朋友，你怎么看这些所谓的面子工程？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你的看法。这里是大时局，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，请订阅、分享并打开小铃铛，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，在黑暗中点燃希望。